朝鲜准备转型，准备开始走改革开放，第一条腿必须要依赖俄罗斯，可以提供它安全的保障。第二个要学习中国大陆改革开放，金正恩想要在中俄朝三角形成新的紧密经济发展纽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美国在南韩是有驻军的，在美国、日本、南韩极限的压力底下，朝鲜可以走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本身有很多生存的智慧跟应对这些国际局势的方式。单纯看到台湾媒体的这些报道，往往我们对朝鲜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知道完整轮廓。这次习近平主席出访国事的访问，隔了这么久，去年的93反法西斯胜利的阅兵，那个场面，习近平主席普丁跟金正恩一起走进会场，让我们回归到国家生存跟国家的利益的本质。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做最好的打算。以现在这个时间点，朝鲜最大的国家利益，它频繁的在调整对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跟俄罗斯总统普丁之间，金正恩不可讳言的把俄罗斯视为朝鲜的国家生存跟安全保证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也为了这个策略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俄乌现在还在战争嘛，乌克兰攻入库斯克的时候，朝鲜是有派部队去参与战斗。那在俄罗斯军工产线还没有调整过来的时候，也是朝鲜大量的援助，很多的炮弹，还有火箭弹，还有一部分的武器装备。金正恩采取这样的措施跟举动，第一个他在锚定未来朝鲜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在地理的接壤上面，朝鲜跟俄罗斯、跟中国、跟南韩是有接壤，那他必须要解决跟他有接壤之间的问题。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这一块，那我们可以知道，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朝鲜之所以受到经济制裁，主要的原因除了韩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外，朝鲜不断的在往永和的这个方向迈进。而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确认，朝鲜已经拥有核装置，接下来你就必须要能够把这个核装置打到你想要打的地方。于是朝鲜就开始发展战术弹道导弹。那这两个最重要的武器跟装备，其实在过去我们所看到，在最近的这5年，朝鲜已经取得了非常稳定而且可靠的成果。朝鲜的战术弹道导弹，其实洲际的战术弹道导弹其实已经测试成功了。那这里面有没有俄罗斯的支持跟俄罗斯的技术协助，我们没有证据可以支撑，所以我们不敢这样的评估。但是朝鲜对于自己国家安全的需要，南边南韩那边是有驻有美军，对朝鲜生存最大的威胁，所以他必须要采取足以遏制让美国不敢蠢动的策略。朝鲜的整个国家策略大概就分成2步骤，第一个当然是拥有核武器，可以投射核武器的装置。当然目前朝鲜的核武器投射的能力还没办法打到美国的本土，但是打到日本是绰绰有余。核安全策略里面其实它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无论谁打我，我都打日本。这个是经过推演跟安排，因为美国跟南韩如果联合起来要对朝鲜做任何有敌意的动作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考虑这2个国家有没有办法保护日本，有没有办法保证日本不会受到朝鲜核武器的攻击。如果没有办法，那美国跟南韩其实就不能有任何的行动，除非愿意去牺牲日本，因为是日本被打嘛。这是第一个，这是朝鲜在核攻击的策略里面，因为它限于自己本身的能力，它的核装置的数量以及它的投射能力。第二个就是对于核武器的拥有以及对远程投射能力的追求，非常耗费火力跟民力的。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核武器的发展，所以朝鲜受到更多的制裁。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在提了，就以前在朝鲜半岛的6方会谈，希望能够让朝鲜放弃发展核武。那时候各方提出了非常有诱惑力的条件，在那个时代，朝鲜还是不为所动，因为前面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葛达费。葛达费以前的利比亚总统，利比亚也知道，他也曾经被西方封锁、西方抵制。利比亚在发展核武的过程里面，其实跟北韩是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但是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葛达费就心软，他听了西方的建议，于是他把他的核武的材料、发展核武的这些装备，通通交给西方，打算用这个来换和平。那最终的结果就是葛达费死在沙漠里。葛达费的儿子赛义夫的形容，他的父亲像狗一样被打死在沙漠里面。那赛义夫后来也遇到暗杀也死。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就大家在面对西方的这些诱惑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国家其实经不起，因为你在面对利诱、面对国际地位、
国际声望甚至就靠过去了。那最终的结果，西方其实对你这个人没有兴趣，他们只想要得到他们永恒的利益。朝鲜在这个时期，其实他们就支撑下来，他们并没有被西方这些国家的威胁利诱动摇。那最终就是核试爆成功了，最终拥有核装置。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已经很少在听到过去一个非常热门的名字叫朝鲜半岛无核化。现在基本上大家已经绝口不提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件事情。习近平主席这次的访问，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朝鲜现在在做2件事情，第一个修宪是改变他们原本对朝鲜半岛统一的这个论述，慢慢会将南韩视为跟他们一样对等的实体。朝鲜会更务实的看待朝鲜半岛分裂的局面，而且不会把统一当成是义务。那这个是原本他们在宪法里面规定的。那这个转变其实非常的大。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通常写在宪法里面。那金正恩现在这个时间点去做这些动作，宪法是政治的上层结构，开始调整政治上层结构，开始就会有一系列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波改变，朝鲜准备裁军，这个时间点准备裁军，因为在发展核武这个过程承受西方非常多的制裁，也耗费了非常多的国力民力。金正恩有自信认为这些发展其实都可以为朝鲜提供一个足够的安全，就不需要再维持一支这么庞大的军队。这是一个最佳化的过程，它的军队的规模应该是足以处理美军或者是南韩有可能对它的攻击，只要具备这样的数量就好了。过多其实就是过分的投资，那它可以把这部分的资源提升朝鲜的科技、经济，然后老百姓的生活。金正恩领导人的背景跟他的过去的很多的行事作风，如果理解的话，你会知道金正恩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他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他并不会抱着一个既定的认知，然后就头一直往南墙去撞。金正恩是非常柔软而且有弹性的，但是他已经做的决定，他会不计任何代价去执行。当你决定修改宪法，你决定裁军，那接下来朝鲜的内部就会有非常多的问题。这也是在短期之内，金正恩是不可能出国的，所以他如果想要跟习近平见面，只能习近平去，因为你不坐镇在朝鲜里面，在面对这么剧烈的朝鲜自己本身内部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根本没办法预测。金正恩所想的，他其实是想要复制中国大陆在过去80年代、90年代改革开放起始踏出的那一步。那这个在过去金正恩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也不讳言，而且他也很直白的表达，他想要模仿，他想要学习，他羡慕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所带来的国家发展上巨大的成就。你想跟整个国际形势允不允许你这样子做，其实是会有落差的。大家好，这里是历史哥李修，历史哥7周年台庆见面会在7月4号礼拜六下午5点45入场，晚上8点半开始。这次我们的阵容非常的强悍，有赖任、詹委员、黄世修、徐巧芯、侯汉廷跟黄阳明啊，1年1度就等你来相见。我们这一次特别要送给前100位报名的同学饮料纪念背带，只要刷方拉入我们的微信。如果相关资讯你找不到，可以开到历史哥的脸书或各大社群找到报名方。7周年台庆见面会就等你来了。今年从1月份开始，整个国际就会动荡不安，美国现在在踩在泥坑里面拔不出来。目前的情况底下，美国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威胁朝鲜半岛的可能性，所以金正恩抓到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窗口，在这样的时间窗口里面，他必须要稳定2件事情。第一个是我要确保我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以血换血换来的，他是派出自己的子弟去帮俄罗斯打仗。那对俄罗斯来说，他也非常感谢朝鲜在俄乌战争过程里面对俄罗斯的支持，所以俄罗斯跟朝鲜之间现在已经是战略同盟的关系。中方或者是朝鲜这方所传递出来他们的背后着眼点，就是在重新调整2个国家之间的战略协作关系。没有错，中国大陆跟朝鲜在过去9年的过程关系起起伏伏，在台湾或者是在西方的宣传里面都会认为说，中国大陆跟朝鲜是背靠背的关系，他们是一个策略的联盟。并不一定是这样，国家跟国家之间没有绑定的关系，除了欧洲那些国家，每个国家都要为他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做考虑。所以在中国跟朝鲜相处的过程里面，也是一个既合作，但是在某些地方上面也会有矛盾。现在对俄罗斯是比较亲密的，对中国是比较疏远的，这是有很多客观的因素造成。当金正恩现在决定要改变，无疑的他必须要取得中国的理解，而且必须要在某个程度上面，中国能不能给予，中国愿不愿意派出一些专家或者是一些自己本身定定的政策，可以对朝鲜更开放一点，包含比如说铁路或者是边界的部分，甚至在技术人员以及物资的交流、贸易的伙伴开得更多，这些事情上面必须要元首整齐来定锚。所以为什么习近平主席这次特别去一趟？第
第一个当然我们刚刚讲，朝鲜在做这么巨大的变化的时候，朝鲜国内是不稳定的，所以金正恩本来就不能随便出国，这必须要跟中国完成这么重要，就元首跟元首之间未来这么重大，可能牵扯到中朝之间10年、20年的未来发展跟关系。习近平时隔7年再去平壤，很多人都认为中朝关系这个非常的平静，都强而有力、久在其位的元首控制强而有力的政党，控制了一个国家的命脉。所以外部形势来看，我们在讨论中朝问题的时候，常常会陷入到一窠臼。我看起来就是两个共产好棒棒的朋友，社会主义好棒棒的朋友啊，互相的取暖。看起来是这样，但其实这里面释放出来的讯号，应该是过去几年前所未见的。其实93阅兵的时候已经见了一些端倪啊，但是因为金正恩到访北京呢，不是以一个国事访问的成绩，也就是他们虽然有双边会谈，但没有专门的要去把双边的关系做重大的定调，比较正式的一个见面。但是它主要还是营造一个友好的关系，因为外交里面它有很多的阶段。朝鲜这一次如果从一个更深刻的地方去观察的话，他想要做内部改革的改变，也该怎么做？中朝关系过去几年最大的问题，领导阶层的互不信任，尤其是金正恩当时干掉了金正男这件事，其实北京是有很大的攻击性，因为北京其实实质上庇护了他的大哥，这个大哥跟他关系是很不好的嘛，那他就在马来西亚机场给他泼了不明液体，当场就嗝屁了。大哥的儿子到目前为止，一般被认为还是在中方的庇护之下，这个是一直被认为是不稳定性因素。可是其实从习近平到了平壤所谈的4点里面，你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端倪啊，比如说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中朝之间呢，自斟酌，而且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相当于是互相肯认彼此的制度，强而有力的领导人来定调双方关系，并且提到中朝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口岸要全面互通，民航航班、国际客运班列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来往，实现双向奔赴，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有城，就是城市对城市交流，让中朝友谊更加深入人心，也就是要从高层领导方面要走入社会方面。其实同样的做法在中俄教育年的逻辑是很像的，所以朝俄跟朝中关系，它虽然有不一样的基线跟基调，有不一样的做法，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平壤的逻辑是有一定程度放宽，因为对中方来讲，放宽一点都不是什么难度，中方就一直强调要对世界开放，一系列来更紧密的合作。但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接下来俄罗斯跟朝鲜的合作，或者是中国跟朝鲜的合作，其实都不聚焦在军事上。像双方这些公报里面，基本上已经没有军事的部分，或者是朝鲜半岛非核化这些东西，已经全部都拿掉了。朝鲜半岛非核化这个议题，在这次平壤会谈之后，烟消云散，最大的历史遗憾，已经不会再去谈这些，因为你已经有了嘛。金正恩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强烈的企图，他想要开始改革开放，但是这个改革开放能不能成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金正恩来说，他现在当然也知道改革开放的风险，那你要做的事情就尽量把风险降低，把成功的几率拉高。而很显然的，在这段过程里面，你要自己去走一条路比较困难，那你找曾经走过这条路的人来教你怎么走，事情会容易一点。所以我们刚刚一提了俄罗斯的现在朝鲜往前走的一条腿，另外一条腿就是中国。当我们拉到这种地缘政治的层次在考虑的时候，千万不要陷入情绪输出，就不要再去诉诸说，这两个国家的感情啊，情谊如何如何。情谊这种东西只有人民跟人民之间才有的，国家跟国家之间是没有情谊这种东西，国家就只有对国家最大的利益，而才是忠于自己人民的一做法。所以不要把情绪跟情谊这种东西上纲到国家跟国家交往的这个层次，不然你很容易判断错误。这是第一。第二点，但是人民跟人民之间，因为历史、因为文化、因为过去大家共同发生的事情，所以会不会有彼此之间会有偏好，会有情感，会。那为什么中俄彼此之间要办这么多的中俄教育年，或者是接下来朝鲜要重新再推动跟中国之间的人员互访、民间的交流，这个都一步棋，必须要分2步走。那任何一个在做国家外交上面规划的，都会考虑到这样的事情。大家好，这里是历史哥李修，历史哥7周年台庆见面会在7月4号礼拜六下午5点45入场，晚上8点半开始。这次我们的阵容非常的强悍。
悍，有赖任、詹委员、黄世修、徐巧芯、侯汉廷跟黄阳明啊，1年1度就等你来相见。我们这一次特别要送给前100位报名的同学饮料纪念杯袋，只要刷方拉入我们的微信。如果相关资讯你找不到，可以开到历史哥的脸书或各大社群找到报名方。7周年台庆见面会就等你来了。李在明打算减少3%的边境驻军，改用 AI 监控，还有无人机替代，用科技取代人海哨所的模式。任何直白的讲，减少边境的驻军，也就是减少直接动员部队侵入对方领地状况。在南北关系一直没有很稳定的情况之下，多方关系我们谈清楚了嘛？这个朝俄关系我们也谈清楚。其实两韩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是李在明在释出一个善意，而且是国防部已经正式宣布要来做这样的回应。是李在明慢慢发现，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跟稳定，最重要的方式并不是每天叫嚣跟对方呛虾，你就可以得到和平跟稳定。你想要跟朝鲜半岛远离战火，想要让彼此的人民都是大韩民族嘛？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永恒的。那你怎么样让不管是南边还是北边都是自己的民族？那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那如何让情况可以稳定下来？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南北韩的关系非常的恶劣，当然是跟尹锡悦的有关系嘛。一直想要让南北韩之间对立，自己取得政治利益。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尹锡悦在宣布戒严之前几个礼拜还曾经干过一件事情，透过南韩的情报部门用无人机不断的去骚扰平壤。那他想要因为这样去制造平壤跟首尔之间紧张的关系，让他有合法的合理的理由去宣布戒严，把这些在野党领袖通通抓起来关，甚至把李在明当场打死在议会里面无所谓。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因为人民是盲目的，人民就跟羊一样，你怎么赶这群人民往哪个方向？就你把它往左边赶，可能就和平，往右边赶就是战争。那人民自己本身是没有感觉的，大部分的人民是没有思考的能力，他们只能追随这些政治人物丢给他们的东西。所以那过去尹锡悦因为想要透过拉升南北韩之间的冲突，去取得他国内，因为他知道他国内政绩不好，治国也不行，做什么什么都倒，底下不满他的声音越来越多了。他为了继续维持他的政治声名，于是他就拍脑袋想到，那我就用戒严，我把这些反对党的人通通抓起来，丢到监狱里面关，要不然如果他们抵抗，就直接打死在现场，反正我就不想看到他们。那你要合理化，那你最好的合理化的方式就是跟朝鲜发生冲突。于是，在那一段时间，看到南韩不断的在朝鲜的边界演习，不断的在国际上面尽量的去攻击朝鲜，甚至尹锡悦那个时候到川普的白宫里讲的东西也几乎都是这样，因为他的脉络跟一贯就是这样。那南韩那么多的人怎么会看不到、看不清楚这个事实？那甚至只要到尹锡悦在南韩自己发动戒严的时候，南韩的老百姓忽然醒来，原来我们的总统是这样的人。其实你也不能怪南韩的人民，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民都是盲从的，大部分的人民是看不到现在正在发展的事情，尤其是政治人物刻意要隐藏真实企图的时候，他会用非常多的方式。那这个情况其实跟现在的台湾情一模一样，完全对得起来，只是尹锡悦最终的尝试失败了，李在明接手。李在明因为他本身就是受害者，他原本被设定的目标，那大难不死，所以他很清楚，他也知道朝鲜半岛不能这样玩下去，真的会出事，而且这个出事不是李在明或者是尹锡悦个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或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就可以解决。只要一打起来，很多人可能亲人也必须要牺牲。在经过这一段的沉淀跟反思之后，李在明决定用更务实的方式来面对朝鲜半岛分治，更理智的方式来面对朝鲜半岛未来要面对的问题。李在明的策略其实就只有一个，和平是一个最高的目标。我们看到李在明当然讲说用 AI 来取代，这个当然是一种说法，但是李在明在用这种方式委婉的在边境上面降低军事冲突，把我的军事部署降低了，基本上已经可以预测，接下来朝鲜也会相应的在边界上面降低它的军事部署。逐步降温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要去做的。但是你如果都信了西方这些，不管是智库或者西方这些学者专家告诉你的事，你就真的信了，你可以，那你用他们的解决办法，他们一样每个月领很高的薪水，但是你的老百姓要付出代价。所以我觉得朝鲜半岛的问题在短期，至少在这1-2年之内，我不认为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除非朝鲜在改革开放过程里内部遇到动乱，才有可能爆发半岛上面的不稳定。但我想
想在中国跟俄罗斯的支持底下，也许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这是我们在做分析预测。但我们现在真的认为，在东北亚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日本，因为日本在政治方向其实已经很明确，而且这个政治方向在短期之内，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它是不可能转型。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想要恢复自己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日本，而这在过程里面并不会那么的容易，因为它在过程里面它会遇到重重的阻力，而日本的很多幺蛾子就会在阻力的对抗底下会发生，所以才会有日非从化、经济海域啊什么。接下来我们大家要有心理准备，慢慢习惯一个到处作妖的日本。